Hello，这里是柯洁新一期的专题汇报就开始了。我现在人呢在杭州 EFC 的牛屋，然后给大家做这一期的这个专题汇报。本期汇报的名称呢叫做为什么环境越严峻，对未来反而越不是坏事儿。实际上今天这个标题呢我起了很多遍，本来我想说什么为什么环境越险恶，对未来越有利，但我发现不能这么取的。难道以后环境变好了，对未来就没利了吗？对吧？所以我是要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环境变好了呢，就是大家都受益，只是相对来说未来作为能够交付这种我认为就是超优质的产品的公司来说它的优势性就不大了。因为在这种宽松期就消费者反而就更容易能够包容其他有缺陷的产品。所以呢，就是未来因为它是各方面都精益求精嘛，所以它的优势性呢不会特别大。而且大家呢也都知道，就是经济呢是有周期，对吧？反而呢经济周期在触底之后就是从逆周期往这个顺周期的阶段来说，对未来来说就是对于其他同行它就是更有利的。但是经济它的好转呢是需要时间，也有分前后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有这个辩证的眼光，既能看到全局的这个普遍情况，也能知晓局部的这个特殊的情况。然后呢，今天汇报的就是跟大家说，通过数据，通过过往的案例，然后以及配合逻辑来进行汇报然后主体结构就是3层呢，第一层就是宏观的，然后在这行业的，在这企业的，这大家都很好理解。然后上一期不是汇报完是讲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嘛，然后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太空洞了？真不是斌哥现在一直在念叨结硬寨打呆仗，对吧？然后结硬寨打呆仗呢，又是曾国藩在对抗太平天国运动中他领悟到这个事儿，然后最后结束太平天国动乱的呢又是湘军，所以他呢实际上是非常强的联系性的。可能现在大家可能一开始没有晃过神，但是可能越到后面就大家会去看我前面做的这些报告嘛，通过这个3层含义嘛，从核心的理念到战略的规划，再到战术的执行，对吧？然后从这个时空性3个维度，时空性全局性系统性，大家就会越来越能理解到，就结硬寨打呆仗，它从过去可能是比较抽象的，到现在比较具象的，从这个感性到理性的这种多方面的进一步的升级吧。所以我希望就通过今天这个汇报，也让大家能树立好这种现象，就是风浪越大，环境越严峻，对未来呢反而越不是坏事儿。好了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本期汇报的第一大块，就是先聊一下宏观。宏观必须得聊。在聊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觉得今年的经济呢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然后明年呢大家怎么看？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我的看法就是今年整体呢是已经触底了，但是有些行业呢就率先跑出来了，那有一些会比较慢一点。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国内的消费市场就单单内需来说它是乏力的，准确来说就是有效购买力就是有效内需它是乏力的。有效内需它不仅就是指就是有消费意愿的，还要有那种实际购买力的，就得看有没有意愿去购买。今年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在汽车行业就近46%的消费者它是来自于补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整体这个汽车市场上，大家的消费意愿呢不是特别强，就是因为很多是看到有补贴的，就接近1半的人都是说，看到有补贴了，那我们就买了呗。它这种是一种被动型的，所以它在这个消费意愿上不是很强，但它呢是具有实际购买力的，因为它至少能买得出，对吧？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内需上来看，就是有效内需呢它是比较缺乏的。另外一个就是实际购买力，实际上这个东西也非常重要，就得看有没有经济实力购买车，对吧？车子不是呢和我们比如说买个杯子这种你想买就可以买，对吧？它是超级大件，仅次于房产，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费品。当然了，就是这个我们会放到后面一块，就是讲行业的那一块来说。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什么是有效内需，大家能准确理解到一个就是有消费意愿，还有一个就是实际购买力。然后呢，有一个数据是可以验证的这就是12月12号，就中国人民银行统计金融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是最权威的。前11个月，咱们中国贷款增加呢是15.36万亿，但其中呢是企事业单位增加了14.4万亿等于就是其他只增加了1万亿不到，就是0.96万亿。大头呢就是住户，实际上就这块占比，就今年前11个月来说，占比只有6.25%。就非常非常少，就贷款这一块就住户就我们自己居民增加的是非常少，但是另外一组数据却是截然相反，就是
前11个月存款呢是增加了24.73万亿，其中这个住户啊是增加了12.06万亿，对，住户增加了12.06万亿。那前面贷款不是说了嘛，就是0.96万亿，存款结果又增加了12点多万亿啊。这里的比值呢就是12.5:1的比值。那这个就能准确代表消费意愿吗？也没有。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关于这个消费信用消费嘛，就是一般发达国家信用消费占比呢是30%，就是我愿意贷款去买东西，这叫信用消费嘛。中国呢差不多是20%。那信用消费我们去换算一下，就真实的消费和这个存款的比例啊，就是把这个贷款的数除以这个0.8嘛，就减去20%除以0.8，这样算出来呢是15.6:1。当然这个数据呢可能没有那么准确，但是大家应该能理解到嘛，对吧？就是它有个大致的意思。那差不多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在中国32块钱中，有2块钱去消费了，然后剩下的30块钱就存银行了。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啊。所以通过现在国内的消费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一般。另外呢，就是信用消费主要的去处呢，就是房产和大额消费啊。大额消费主要的就是买车了。大家不可能说大额消费去买珠宝、去买包包，对吧？这个太离谱了。那这个呢，也是和当前观察到的普遍情况是大致吻合的。那对了，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也会看到，比如说现在去哪儿玩都是人挤人，经济是不是觉得很好呢？但是我想和大家说，这些终究就是小额消费。你就相比于这个大额消费来说，小额消费它的这个占比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看大额消费，还是看房产，还是看汽车市场，对。所以我们就前面说到，既要我们要看这个全局的普遍情况，也要看这个局部的特殊情况。那就相对于国内市场呢是比较冷淡，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就拉到另外一边，我们会去看到就是外贸的情况是非常火热的。大家都知道，就中国的经济马车有3驾嘛，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外贸，一个是消费，对吧？那现在消费有点瘸腿，但是在这个外贸上一直是非常顶的。今年外贸的取得成绩非常大，给大家也说一下，就是今年12月8号，海关总署公布了前11个月的外贸数据，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知道的就知道，中国外贸首次的顺差是超过了1万亿，然后预计今年呢是到1.1万亿，这应该就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取得的高度了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实际上跟后面也是有非常强的关系，不要以为这个宏观跟咱们这个汽车行业跟未来没关系，这个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先得东西得说完，我们得主要的矛盾先得分析出来，然后解决。我们去看是怎么解决，对吧？我们继续说啊。根据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啊，就是4月22号发布的这个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啊，就2024年全球名义 GDP 的总量呢是111万亿。那我们这里前面不是说了吧，差不多今年预计贸易顺差呢是有1.1万亿，意味着就单单中国贸易顺差已经可以达到全球 GDP 的1%。而且全球经济是在往下跌，中国经济是在往上涨，所以这肯定是超过1的。这个就是给我们非从事贸易行业的朋友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贸易顺差是什么？就是你买进的东西比卖出的东西是少了1.1万亿，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多，就收进来的钱多，然后花出去的钱少，这一年能搞出来1.1万亿美元。那之前就世界最高峰的时候是日本，就93年摸到过高点，就是我出生那一年啊，就那一年 GDP 日本呢是占美国的70%，然后贸易顺差呢是960亿美元，然后通货膨胀调整后到现在差不多就是1850个亿。前面不是说了吗？咱们中国是1.1万亿啊，那很夸张很夸张。那当时呢，就那一年它是占到了全球的0.37%。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说，就是现在今年中国进口的鹅的大头啊，反正大家都知道，一个是集成电路，一个是能源，对吧？这个能源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那集成电路的话，反正前面也跟大家有聊过嘛，就是浸润式的光刻机已经出来了，那么 EUV 它肯定是迟早就会出现的。那么接下去更高端的这个芯片，中国也不用向外面去买了，那么这块也会从大头变小头。还有一块就是能源进口啊，就天然气、石油这些，这个占比呢是接近20%。但是随着这个中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像涉及到我们未来还有换电站，就是虚拟电厂这个概念来说，现在的确不好估计啊，因为现在咱们未来的换电站也4000座不到，现在我们都在等5代站明年会上量。那么等到1万座、2万座的话，那对于
缓解进口天然气和石油来说，那肯定是非常大的作用，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现在新能源汽车普及了，不需要那么多的化石燃料，那么这个肯定是对于接下去的这个顺差来说会有更大的这个拉升。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这点信心总是要有的，就是对未来来说，你没有的话，那现在你索性就撤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的信心，也就是这些年一直让我能走到现在的原因，因为我特别看好这一块。那么来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宏观上，今年的确是这几年最惊涛骇浪的一年了，对吧？4月份关税全球大战把这个不确定性拉到最高，但是随着下半年走出来之后，就回头大家会发现中国的经济韧性非常非常强，这一点就是和当前就是未来3代车型的毛利韧性啊，这也是我这一次未来财报会上还在跟大家聊的，就毛利的韧性很重要，真的很关系的，就强筋健骨得出来的这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连接力啊、控制力、设计力，都是来到了这个空前的这个高度啊。长期来说啊，对人民币全球化，对于我们中国产品往外走，肯定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我自己这种感觉呢，可能会更加直观。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跟后面非常关系啊，跟未来也非常关系。就是15年我自己是随公司就是出海了嘛，当时实际上在制造业上我们已经看到，就非常多隐形巨头，就各个行业的隐形巨头已经开始单挑，就是欧美日韩台这样子，都拉一块都一起单挑了。像我自己也是当时就是全球第一的那个公司嘛，就品类里第一，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但是这里跟大家强调，就是它有个滞后性，我们自己一线人员感受到的东西和人人都能感受到，它是有一个很多年的时间需要去传导的。所以从汽车行业上看，就是关注我的朋友们肯定是对汽车行业都有非常深入的这个观察。总体来说，就是整个大样本来说，这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所以想要人人都能接受未来的理念，就接受换电，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总体来说肯定会比我前面说就是国力整体让人感受到反应的更快一点，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平常心啊。对，这两天我听到一个什么话，就是想要平常心就是不平常心，反正总之就是到最后呢，这都是水到渠成的，所以大家肯定还是要就平常心吧。然后再说一下就是关于外贸的情况，实际上中国车企出海啊，就这些年也是纷纷布局海外嘛，比亚迪啊、奇瑞啊、长城啊都是比较布局早的老牌车企了。咱们未来反正欧洲和中亚也都在跑了，现在量呢还没上来，然后东南亚也开始布局了。前段时间不是萤火虫又剁的已经发到新加坡了嘛？那明年呢肯定是海外是大头啊，就外面利润特别高，对外面的产品实际上跟中国也是没法比的。像隔壁小鹏的话，它速度比较快，像今年它已经差不多占到10%了，每个月有4000辆到5000辆，所以我们明年也能期待海外给未来供应差不多10到15%的销量。因为明年乐道它是要上左舵和右舵的，那么从这款车从全球来看都是非常优秀的，反而在全球市场来说，它没有像中国竞争那么激烈，一款乐道出去反而我觉得能大杀四方，真的。另外再说一下这个顺差不大好的事儿，这个事儿也是很关键，就是我们自己心里打个预防针就行了。但短期来说不好的就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就是只能买咱们中国的产品，但他们自己国家产品呢卖不到中国来。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家里的钱就是只出不进嘛，就外汇储备会越来越低，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提高关税和准入门槛，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甚至说索性关门也是很正常的。我看这几天欧盟不是又开始了嘛，不过这个呢也是为明年年初就是欧洲几个主要大国来华访问前做谈判筹码，这个也都是可以理解。所以这就是我和大家汇报的，就是大家要有辩证的眼光，不能单单说中国经济好与不好，内需不够好，但是外贸又足够好。主要是中国实在是太大，像一个大海一样，它不是小池塘。重点来了，对于中国的外贸行业来说，实际上它潜在的风险是加剧的，而机遇往往就是在这种风险中被发现的。所以就是上周召开的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上，明确把明年的首要任务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的，就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对，这就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让大家获得收入更高，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然后最后一句特别重要，就是优化两性政策实施，这个是首要任务，一共有8项任务嘛，这个已经排在首位了。
说人话，也就是调动这个经济动量的结构嘛，通过刺激大家的消费意愿，让大家也愿意掏钱购买自己生产的更优秀的产品。而且明确说了，就是优化两性政策的实施。那两性是哪两项？一个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第二个就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所以从这个宏观导向和政策来说，我倒是不担心国内明年的经济情况，也不担心汽车行业。毕竟中央也定调了嘛，接下去就是逆周期和跨周期的阶段，说明整体经济已经从这个逆周期的底部里出来了，就触底了。可能外贸呢，它是先行一步更加火爆一点，然后消费市场呢就滞后了一点。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看整体也要看局部，就不要一竿子打死啊。那目前来说，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大额消费的核心原因还是在宏观上有担心，说白了就是怕打仗，对吧？大家就是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哎呀，可能会有动乱所以都在储粮。这个也算是咱们中国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优良传统了。的确，这些年因为这个中美的争端、地缘政治的博弈，还有大家积累的这种很强的观望心态，观望心态真的是一种很致命的情况，就是推绳子嘛，就是你后面再怎么推绳子，前面东西是不会动的，你只有拉绳子的时候才会动。所以它的确有这种情况下，所以在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失效的，可能是需要通过这个政策的手段来刺激消费。所以从明年来看，就无论是咱们还是对面就是美国嘛，大家都是需要休息。那明年等4月份来中国访问之后，这种不确定性预期会结束。所以就是现在还是看明年1季度就是15的开局，那如何出牌，至少不能让这口锅给凉下来，对吧？你锅凉下来再重新加热，就发现要费更大的功夫。所以呢，就是明年1季度呢，应该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然后二季度开始就是随着这个确定性的增强，高层呢肯定会有更强的这个财政刺激，把这个锅烧得更加旺一点，就想方设法让大家把这个存款拿出来消费，而非放在银行里去空转。所以从这个逻辑来推导，就是明年对于大额消费，尤其是汽车来说铁定是好事儿，明年应该是一个好事儿。所以从这点看，明年未来如果是2季度开始高频率出牌它是比较合理的。1季度呢，最好还是拿一款不是很重磅的，但是也有话题度的这种车子先来试试水温，也不用特别着急，就是把这个话题一步步引导上来，对吧？然后在明年2季度、3季度呢，就是开始配合 L80 和 ES7 放量，把这个未来的销能就一波波的拉起来。所以我觉得明年一季度可能会上 ES9 吧，现在不好说，但是我这么猜了，因为 ES9 毕竟它是一款重磅，但呢又不是那种销售的主力车型，那肯定是 L80 和 ES7 它更加重要一点，然后这么一波波把这个势能拉起来，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一点。然后在2季度、3季度持续放量。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我现在未来反正我依然是接近满仓的，主要是上个月11月份主要是跌太多了，现在反正就是等明年政策上来嘛，就配合未来目前的这个订单储量，我还是比较放心那市场会给出反应的，反正都持有这么多年了，真的不差这么几个月，所以我心态呢真的一直都是比较平复的，我可能过了那个磨人的心态。然后上个星期的汇报我也和大家说了嘛，就是我看未来也金叉了，所以我是又加了一个10%的这个短期仓位这种小仓位是可以试试看。而且最近未来也一直在5块钱高度控盘，不知道是继续往下走还是往上走。如果再往下走嘛，我就把这个短期仓位也走掉，反正到时再看吧。因为年底也到了嘛，销量也快出来，大家都买到数据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嫌我啰嗦，你看第一个宏观讲完也要20来分钟呢。我就分析问题都是这样子，就是先看主要矛盾在哪里，看清了主要矛盾，那我们就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对吧？也能更加看清楚全局，这样心里就不大特别慌。我们看清的矛盾就是外贸特别好，内需呢特别差，就怎么能把外需挪到内需上？那内需呢又发现它是这个有效内需偏软，那你货币手段是效果很差的，就推绳是很差，所以你要用政策手段把它拉一拉，这样子把整个经济给暖起来，然后随着明年年中确定性越来越强，对吧？4月份访华之后，那么大家就有数了，明年的走势怎么走，所以这个比较做到心中胸有成竹，对吧？好了，那我们把这个宏观说完之后呢，我们开始说这个行业和企业，结合起来看，因为这两个就是紧密性比较强了。OK， 那我们开始说下面一个部分首先有个数据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政策角度来看，前11个月因为就是两性的政策，就以旧换新。单单在汽车行业就申请了1120万辆车，
而整体的就前11个月呢是2600多万辆，等于就是49%都是因为享受了补贴。哎，的确可以看到，就是补贴政策，就是这个两性政策对于销量的拉动是非常巨大的。事实证明呢，就是市场上它的观望资金非常强，因为买车它真的是大额消费，你可买可不买。我自己有车了，大不了再多开个1年2年有什么关系，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就大家先宁愿把钱囤着，我也不想消费。所以就是当11月开始置换补贴退坡之后啊，整体的销量就开始往下降了。这个也就是斌哥在财报会上说的，就预期中的年尾翘脚效应还没有到来。这个呢，也是我觉得给以后可能下一轮经济周期中，我觉得尤其是碰到像“14.5”的结束，然后“15.5”的开局这种交替的时候，我觉得以后也有很强的这种参考意见啊。但是实话实说啊，就今年财政的补贴呢，也给到了1800多个亿啊，就汽车上，然后再算上这个购置税的减免，差不多就是4000多个亿的财政和免税让利啊，真的也是很可以的。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国家不容易，对吧？那么明年就是15.5开局，给一些余量到明年，这个合理的。那今年就这么地吧。另外呢，就是从经济工作会议中我们去看，有一个表述呢是需要看的，就是在两性政策前面啊，前面我也聊到过，加了一个优化2个字啊。这个有点类似于就是前几年搞的精准扶贫，不再是大水漫灌了，已经在有序清退落后产能。这个是一直在做的，就是反内卷嘛，就是怎么看这个优化，具体怎么操作。所以从汽车行业来看，我们就要关注，哪些是属于落后产能。至少在未来，我在口中，我自己认为，我自己2代车型到现在都是属于先进产能。你比这个车子好的硬件配置的友商没有啊？就是算力1000 TOPS， 激光雷达，然后换电又补能速度非常快。所以我是一直觉得4年前发布的 NT 2.0它就是先进产能。3.0的话，我觉得杀到30年都没问题。OK， 这是题外话了啊。当然，我觉得是太主观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年中央出台的一个政策上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就是它评判这个产能是否落后，实际上呢还是看这个技术条件有没有达到。那今年就是9月29号，就工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发了一个联合公报，就是2025年第25号公告，哪些条件的车子啊可以在26年继续享受这个车船税的减免。车船税这个税种呢，它的税额呢是非常低的，就100来块钱。但是呢，这就是一种态度。然后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它是达到哪些条件呢？就是增程也好，插混也好，就是在亏电的情况下，就是把油都放空，在亏电的情况下，它要能耗要低于一个百分比，就是它低于它正常行驶的百分比。我相信这个百分比在之后的年份中呢，它会越来越高，就是这条件，从而做到一个政策上的有序清退落后产能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很好理解嘛。你既然都是增程了、插电了，你的纯电能耗肯定要低啊，对吧？你不能比那个耗油的还要低40%，具体来说是40%，就这么一个意思。然后之前呢，就是购置税减免，它实际上也是要符合几个条件，比如说像增程插混，就是在纯电条件下，它要比如说要开满100公里，对吧？然后什么120码的速度呢，你要不能少于30分钟等等。然后纯电的能耗呢和车重也有关系，今天就不展开说了，总之大家心里有个数就行了。然后呢，这就是关于这个两新政策就优化，我认为它大方向的地方。但是说完两新优化政策之后，我们依然要看到，就是国内目前仍有1半的成年人是从来没有拥有过第一辆车啊，所以就是如何激活这部分人去购买新车，就是扩大这个增量市场，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之前两新政策它就是以旧换新嘛，说到底还是一个存量的置换。那么汽车行业想要增长，实际上需要这部分人来掏钱。那我从自己身边的观察来看，不知道大家也能面临同样的情况啊，就是很多朋友有驾照，但是呢不买车，一个呢是不需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年没开车，他们心里有点怵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这个 L3 和 L4 级普及的时候啊，反而能激发这部分人他的有效需求，就是大家说，哎，我可以买个 L3 或者 L4 的这个车子，对吧？那我自己也不用开车，但我自己也拥有车了，我自己想去哪可以方便点，而且打车也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对吧？所以就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呢，也说到这个事儿，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深入实施提升消费专项行动啊，调动在银行里的沉没资金，怎么样来把这波存量给激活才是重点。那目前来看，明年的话应该是中国自动驾驶的元年了。现在我们可以说自动驾驶了啊，不用再说什么智能驾驶、辅助驾驶了，因为就是截止12月17号的消息，已经给极狐、长安、小鹏发了 L3 的试运营牌照，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消息？那预计到明年年中啊，应该会继续发布 L4 的这个牌照。
所以自动驾驶的普及啊，这个对于目前头部的车厂肯定是收益的啊。所以这里先插一嘴，就是蔚来呢是去年4月份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智能网联汽车 L3、L4 准入和上路试点的这个名单了。蔚来一直是走得很前面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NWM 牛屋妹啊，什么时候更新？之前反正说年底会更新吧，我呢是很期待的，反正就年底就10来天了。我现在也没有具体信息，反正等他们更新吧，半年没更新了。实际上牛屋妹从这个目前我自己试驾、自己体验了半年来说，它对于小路和行车的博弈还是非常棒的，我这个实事求是啊。所以从行业的政策角度和这个技术发展来看啊，明年蔚来能不能吃下这一波，就之前没有买过新车的用户的这个市场，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块我的主观看法就是，首先肯定是绕不开前期非常长期的这个认知教育，让大家知道就是买车就得买蔚来，对吧？所以我想还是那句话，就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多带朋友，尽可能的去试驾去体验，哪怕就是他们当下没有买车的这个需求，但是他们实际上体验完之后，他们心中就是有种感觉，就是跟当年 iPhone 一样，这个后面我也会说，就是我下一个肯定是要买蔚来，真是这种感觉。OK， 然后我们说完这个行业里就是关于政策也好，然后技术发展也好，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产能的情况啊。这些数据呢都是摘自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个数据绝对权威。不过看这个数据呢，主要是为了看未来有没有掉队的情况，就是有没有匹配咱们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个目前的情况、目前的节奏。油车嘛，反正我们也不管了，我们看来也没用，对吧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蔚来呢比较特殊，它又是纯电，它呢又是价位比较高，因为有个数据就是30万以上的销量，实际上呢是只有10%，对吧？所以就是当国民经济发展，逐渐发展，就30万以上的车子可以走进越来越多朋友们的家中，但是30万以下的这个车子呢，20万以下就是它的销量永远是大头，差不多就是两个加起来70%，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那 OK 了，我就给上数据啊。21年的时候，因为新能源汽车还没普及，所以还没统计到。但是22年的时候，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呢已经到700万了，同比增长是90.5%。这样反推的话，就是21年呢是473万。然后23年是944万，然后24年是1316万，这下算一下就知道，21年到24年的复合平均增长率呢是40%，这个增长率还是很夸张的，就是一个行业，其中的一个品类能年平均增长40%，这很夸张啊，这比炒股票还夸张，对吧？所以呢，有夸张的增长率，必然就是带来后面的增长率它会往下停滞。所以就是今年渗透率已经突破60%的情况下，明年的增长率呢肯定是会下降的，所以大家就做好预期。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未来21年到24年，它的平均复合增长率呢是34.4%啊，前面是40%，差的呢不是很多，但还是那句话，因为未来它是在纯电，又是价位又很高，属于我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主要还是25年的具体数据还没出来，不过现在算上25年的指引的话。那么这5年就21、22、23、24、25这5年的平均复合增长率是42%，这个就是比较符合预期了。就前面说了嘛，就是整体行业是40%，等于就是未来它既是纯电又是30万以上，结果还跑平了这个整体的，这个真的非常可喜啊，说明就是有些人可能掉队了。所以呢，就是我们既要看整体，也要看局部啊。虽然从这个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长率来看，明年开始会到28年结束就会逐渐趋于一个平缓。但是从内部的结构来看，增程是在往下降，插混也在往下降，纯电呢又在往上提升。这一点实际上从今年来看就非常明显，今年就是增程往下掉的一个元年了，纯电往上爬了一个元年了，它是一个分水岭。这也就是为什么斌哥一直在L80、L90和 ES8 发布会上都在说嘛，就是纯电大三排的转折之年，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黄金时代正在到来，不是说已经到来，还是正在到来。所以这里就是回到我前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事情，我实际上已经过了就摇摆那个阶段，我前几年会比较摇摆，但是我就一直在想，就是让我重新开回去油车，我还会不会开？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还会回去开油车，说明这个纯电的车它没有足够的优势性差异化，对吧？我明确的告诉自己，就是我打死不要回去开油车，所以我就一直很看好纯电。我相信我不是一个单独的案例啊，我不是一个单独的样本，所以
纯电肯定是趋势，只是呢就是需要这个时间来验证。这个也就是前面和大家说，就是我们一线的用纯电的用户和普罗大众都要认识到纯电的好，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它就要一个几年的传导。然后我们认为换电好，等到普罗大众都认为换电好，它又是需要一个几年的时间来传导，所以它就是有个滞后性，所以大家还是要平常心对待。然后我也知道，就是今年实际上呢是800伏的高压增程的元年，对，今年小鹏是推出了小鹏 X9 一车双能，对吧？明年小鹏实际上是很挺满的 ，P7 加 P7、G6、G7 反正都是一车双能，还有明年它的那个 G11，对，是很大型的那个 SUV， 像隔壁的极氪9X 它就是增程，然后智己 LS9， 然后小米御7嘛，反正很快也来了。这车我是怎么看？它也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嘛，大家也不用特别去埋汰它们，因为发展它有个过程嘛。我们一定要去理解这个事物的发展，它是动态的，它只要是往着纯电方向去发展就对了。然后这个就是产能的情况，让大家了解到未来反正在这个匹配上就是没有掉队，就这些年大家也都知道都是什么反内卷，竞争也比较大，压力都比较大。但未来它作为这个价位又高、纯电车细分的这种品牌呢，它没掉队，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所以大家有理由相信，就是当一切都好起来的时候，未来能爆发的更猛的这个潜力。OK， 那说到这个潜力，那我们就要聊下一个话题了，就是关于上量的情况。这个大家应该是非常关注的。我想我可能是全网第一个就是提出今年 Q4 能到4到5万的交付的可能博主了啊，因为去年12月份我当时就做视频了嘛，当时呢评论都是说我做梦一样的。我实际上呢是结果反推的，因为不到这个量，未来就完成不了盈利。所以我当时也是说了嘛，明年年底的时候，未来应该是要跑满100万的产能，就是 F1 到 F4 4个工厂，就单月到明年年底，就这个时候应该能到8到9万的这个量，这个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只有跑到这个量，你才能给后面的27年去扩产做那个打下基础。然后你27年扩产完，你28年得要去争决赛圈了嘛？决赛圈实际上都很清楚，就200万的产能，你这个你27年你就得搞了，对吧？所以这都是结果反推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也敢这么说，主要是也还是要合理的去认识到，逆周期对于未来来说，对于宏观经济来说，它反而呢，不是那么坏事儿，对，大家不要一听到逆周期就犯怵，对吧？说没钱没收入，实际上后来的王者啊，就是像之前的苹果，但往往都是从逆周期里爬出来的。那我们来立刻举苹果这个例子啊，苹果是10年推 iPhone 4嘛，当时我正好是进入高3，但是我当时就已经知道，因为我同学已经买了一代手机 iPhone 4，我当时就知道这玩意儿肯定会统治全世界，就那个屏幕你去摸摸，对吧？然后我给大家拉一个数据啊，就10年 iPhone 出货量是5000万，然后要花5年的时间才能到2.2亿。就是翻两番，所以就是大家去看手机的普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它会统治全球，到翻两番也需要5年的时间，所以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然后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同行友商之前的上量之路啊，毕竟是行业相同，又是汽车，又是供应链控制，这个参考性就很强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比亚迪17年到20年，就这4年间销量维持都是在年40万，倒是到21年的时候。2个事情，一个呢是前一年就20年，他搞出了口罩机，当时大家就觉得比亚迪哇这个企业很厉害，能搞口罩。还有一个就是刀片电池，大家觉得比亚迪这企业很厉害，电池能不起火。然后销量就是21年全年就是完成了这个73万的销量。然后重点来了，就22年就到了180万，直接就多了110几万，然后23年是320万，到300万出头，24年是420万，非常夸张。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就是比亚迪它的爆发之路也是很离谱的。这个汽车呢，虽然不是动辄像手机，就这个手机是动辄就几亿部啊，但是汽车它的上量之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慢，对吧？就20年到22年，它的增长呢是到350%，就2年时间。所以我一直呢是很看好接下去未来这2年的销量，它是有一个爆发的过程。这个也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就是 F1 到 F4 现在产能是100万，就是到明年年底的话能到8到9万这样子。然后具体明年整体呢是冲70万的这个量，差不多70万的话就是比亚迪21年的水平。然后比亚迪是22年就180万了，但是未来应该还没那么快，因为它的工厂的产能是放在那儿，就是它需要一个扩产的过程嘛。我觉得可能是150万左右吧。
然后下一个工厂的消息还是那句话吧，明年年中的话应该会有消息，现在不确定是上50万的产能还是上100万的产能，这个具体看明年融资的情况。我觉得现在目前未来自我造血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再建设一个新工厂，应该还是要再融一笔。所以明年如果有重机会的话，大家看一看啊，可能会跌。还有一点就是，比亚迪的上量之路啊，也是上一轮的这个逆周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面对逆周期的时候，反而要更加主动的去拥抱，该精简的精简，该挪走的挪走，反正就留下最核心的资产，战斗力最强的资产，这个费效比最强的一个资产，然后在下一轮的顺周期中啊，就是获得更大的收益，对吧？那另外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就是未来的销量实际上呢，就是不管我们再怎么开心，从大盘来看还是非常小的，1%都不到啊。就像这个外部环境嘛，就是风浪越大，雨越大，再怎么样也是个高的顶着，对吧？那咱们未来现在还是小耳哥，你让我们去挡风去遮雨也不可能啊。所以呢，现在未来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做好自己吧，40万做到，然后明年冲不下70万，后年再冲150万这样子差不多对比起全国的3000万的这个产能呢，那可以说才有点用，对吧？所以呢，现在反而的就是环境越恶劣，对未来的影响呢，反而是最低的，因为就是比较出来的嘛，肯定是比别的大个儿要低很多。所以大家呢，就是不要杞人忧天啊，就还没有到操心的时候。等大家真的到了操心的时候啊，说明未来真的是苍天大树了，那真的是恭喜大家了啊！所以这也的确是一个反常识的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谷贱伤农嘛，就越是大丰收，越是对于就是明显在这种整体的产品质量上付出更大成本的这些产品来说，在品质上啊，在体验上付出更多的费用的这些产品来说，它就越吃亏。所以这个风浪越大雨越贵，就这个意思啊，就竞争越激烈，对于未来这类优势产品，它就优势更大，因为消费者会选择会更加的谨慎一点，对吧？还是我开头那句话说的，就是你经济越好，想大家对于东西都宽容点，我买呗，反正，有点缺陷又如何呢？我就买个开心。我现在不是单买开心的，我现在还要买的能用的久，能用的好，对吧？所以就是我自己身边的案例啊，就是去年我自己就铁兄弟啊，真的国补等不到未来买到60，他就隔壁就买掉了。实际上这个车子，我觉得隔壁车子真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架不住啊，对吧？他又能享受国补，又能立马提车，直接就买了。现在反而好了，就是的确逆周期来，用户这个对于产品的挑剔度会增强很多嘛。而且，然后有一个点就是未来它的零整比呢是只有1.4嘛。等于就是你所有的零部件拆开去卖，只能比车价贵1.4倍。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像 BBA 都是500%、600%的，就把你所有零部件去拆掉去单卖，比你整辆车买来，对吧？你相差很多的，是5倍、6倍的，等于你这个车实际上只有它就是 BOM 的成本嘛，是很低的，可能是只有10来万这样子。未来怎么说？就它让大家能感觉到它的产品是极其用心的。然后直接反映到用户的体感上来说，就大家用户去摸车，然后打开车门坐进去，你就能直接感觉到，就大脑会告诉你这个车是好车。你对比别的车，你会感觉到别的车做的就是次的点，就这种感觉。所以从这一点看，未来是非常占于优势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逆周期中啊，企业内部来说，意味着这个全员经营组织的变革，它的阻力也会小一点，因为大家都泄了气嘛，对吧？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就我泄了气了。我也不想干了，那很多人就想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参与这个组织变革。所以这个整体的盘子大了，反而就是速度撤走，因为你要照顾的更多的人利益。所以前2年上量的车企，实际上在这种环境中它是非常痛苦的。隔壁像增程前几年上量上的非常多，对吧？但是现在增程卖不动了，纯电又没上来，所以它那种调整是非常大的，它盘子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2年，因为提前组织变革了，为接下去这1-2年。进入顺周期大爆发了，都是做好铺垫的。之前9月份不是蔚来又增发过一次嘛？这应该就是为了明年的产能做铺垫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圈看下来之后，因为明年的确这么多大6座和大5座的车型会出来，对于未来的产品啊以及产能的准备，然后销售政策的就位，然后提车周期也就位，然后大家看一圈，该买乐道啊，该买蔚来，对。不会跑，大家都不用操心。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在逆周期中，我觉得有一点可能对未来也是比较好的，虽然可能比较牵强一点，就是，
同行的营销费用会下降，就是附带的这个黑公关的费用也会下降，因为大家自己都揭不开锅了，肯定是把对外的东西都先撇掉，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点对未来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OK， 然后现在已经说到40几分钟了，我们最后再说一下结尾啊。的确，就是目前看到蔚来这个车子啊，就是从产品力来说，至少没有让人觉得，还没有让公认的觉得就是天下第一。但是品牌力上，我觉得让大家觉得这是绝对的头部的这种感觉。当然，这个也是我比较主观的看法，就可能是现在有点类似于苹果之前推 iPhone 3的时候，等到推 iPhone 4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就普遍认可了，所以从今年 ES8的大超预期的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侧面反映，就是蔚来品牌在大家的心中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按理说40万的车子怎么地卖的也要比30万的 L90要卖的少，对吧？但是结果一看，蔚来的品牌力号召太大了。所以我们是更加期待明年就是如何在大5座的这个市场去攻城略地。这个也是我上期跟大家专题汇报，就是斌哥常念到的结硬在打呆仗里说的嘛，就是关于战略规划。现在就是要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去攻下来，而非过去就是什么 L60杀进20万的家用 SUV 市场，然后被人拦腰斩断，然后在里面6大部门拍围观起来殴打，对吧？然后明年呢，也是预期中的就是第一代电车电池退役的大规模的退役的起点元年，然后这一段是非常长的一个红利期，而且是越滚越大，所以明年的换电模式会被大家越来越的认可。但还是这句话吧，就是普罗大众的认知和我们一线接触的这个感知是有滞后的，大家千万不要急，真的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去传导。而且很多人实际上也不是很在意买不买车，真的是我真心话，车在他们心中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还是这句话，就是风浪再大也是个高的顶着。蔚来目前1%的这个市占率啊，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小个，对吧？不要杞人忧天，该吃吃该喝该睡睡，多看点书，是不是？多去线下门店去跑跑，多跟销售聊聊天，多带朋友去试驾。我现在就专门带朋友去试驾蔚来，我朋友圈我都不发，我觉得发再多也没用，还不如带一个带过去试驾，试完驾之后大家都下一辆就得买蔚来，就是这种感觉。现在看到蔚来无论是研发也好，宏观电网络的这个加密、产品力的发布、品牌力的建设、组织架构的调整啊，在这一轮逆周期中都表现得非常好。环境越严峻，反而对未来越不是坏事。OK， 那么今天的专题汇报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能看到这里，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好。那这里是柯洁城，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